听说侯爷今晚要……嘘，别多嘴。夫人，今日是老夫人的寿辰，你作为儿媳，敬你一杯。姐姐，对不起，我和侯爷……我叫苏婉意，满京城都说我是疯子。我的夫君镇北侯沈烨也这么觉得，所以他为娶他那个从水里捞上来的才女，今夜要在这寿宴上毒死我。我不要他的爱，要侯府家产和我的自由。苏婉意，你又发什么疯？和离，休书拿来，侯府家产分我一半。你一个疯妇，凭什么？凭这个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还有你贪污军饷、私造兵器的证据。侯爷要我当众念给你听吗？你疯了！对，我疯了，所以疯起来不需要道理。两条路选吧。这不是我的眼泪，是他的。那个真正的苏婉意被囚禁在这具躯体里，挨了审计整整3年，最后换来的是一杯毒酒。小姐，您真的想好了？想好了。这个侯府困了我3年，再不走，连命都是别人的。您变了，以前您总是忍着熬着，因为以前我以为忍能换来他的心，现在我知道他的心不值钱。嬷嬷把我所有的嫁妆都清点出来，一根簪子、一匹布都不能落在别人手里。老奴明白。他想飞，但他没有飞成。他想飞，但他没有飞成。嬷嬷，往后我们不住这里了，我们去开酒楼。你想吃什么，我就让人给你做。好，小姐去哪儿，老奴就去哪儿。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道彼此长与短。签字。婉意，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侯爷，你的酒还在我脸上没干呢，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还是说你想让我现在就把那些证据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侯府是怎么发家的？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镇北侯夫人，我是苏婉意。点清楚了，一样都不许少。夫人，这不合规矩。按大周例，合离时女方嫁妆全数退还，若有亏欠，以夫家财产折抵。你若不懂律法，我让人念给你听。苏婉意，你别太过分。过分？你给我灌毒酒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什么是过分？姐姐，你恨我可以，但别为难侯爷。第一，我不是你姐姐；第二，我没跟你说话。你们以为这就完了？这才是开始。小姐，这是您出嫁时带过来的赎锦，一共80匹。老奴查了侯府账本，被挪用了40匹。记上，按京城市价，1匹赎锦15两，40匹600两。我走之前，这笔钱给我补上。可这锦缎是充了宫中，我嫁妆单子写的清清楚楚，是我的私产。侯爷拿去孝敬谁是他的事儿，还我的却是你的事。是。小姐，您生母留下的翡翠头面没了。这副头马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我嫁入侯府3年，舍不得戴过一次。查，谁拿的？3天之内原物奉还，不然就去京兆府告他盗窃。这是谁家搬家？排场这么大，侯府那位封夫人和离了，分了一半家产走。一半家产，那得多少银子？苏婉意，你若现在回头，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沈静，你知道吗？昨晚之前有一个苏婉意会为你这句话感动到哭，她等了你3年，就想听你说一句软话，可你偏偏选了昨晚，你亲手杀了她。侯爷，后会无期。小姐，这楼原是醉仙楼周家的产业，听说风水不好，换了3个老板都赔本。您真要买？赔钱不是风水的问题，是不会经营的问题。我偏要这个。哟，这不是那位分家产的侯爷夫人吗？怎么拿了钱不当家守寡，跑这儿来撒银子了？还没请教。这条街上的鞋帽铺都是我们刘家的产业，怎么着？刘老板，你这铺子在这儿开了多少年了？20年，老字号。20年是这副光景，等我开了业，记得每天过来学学。你去找这楼的东家，告诉他这楼我今天就要。苏老板，您若不嫌弃，8000两，这楼连后厨的家伙事儿一块给您。我给你1万两，出去后不必吹嘘这楼卖了多少，但要逢人便说如意楼的苏老板出手阔绰，同斗无匡。如果有人问起这楼的事儿，你只说我好话，不许提这楼原先赔钱的事。苏老板年纪轻轻，这做生意的路数，在下佩服。这楼今天起叫如意楼，以前那些事儿就当从没发生过。小姐，多给2000两，值吗？口碑就是广告，他一个人能说动一条街。
2000两买一套正面的舆论导向，不亏。小姐，不早了，今儿折腾了一天，回去歇着吧。嬷嬷，你说他们会在这里笑话我吗？那个刘老板，满京城像他一样等着看我笑话的人有多少？很多。那些人觉得一个女人就该老老实实的守在后院里，抛头露面做生意，在他们眼里就是笑话。那就让他们笑，等这楼开了业，看谁还笑得出来。从明天起招人，只要肯干活的，不管男女。另外，在城门口贴告示，就说如意楼招收女学徒，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工钱。收女的，小姐，我开的是酒楼，女人花钱的大头是什么？要让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心甘情愿踏进这个门，店里多几个体面的女招辈，他们才觉得心安。就这么个破地方，也好意思叫如意楼？醉仙楼周明远的账房姓刘。刘管事有何指教？我们周老板说了，新店开业送份贺礼。这算盘虽旧了些，但珠子还能拨了。新人要守规矩。替我谢谢周老板，这份礼我收下。嬷嬷，让人把这算盘融了，打一副如意二字，开张那天挂在大堂正中。你回去也替我转告周老板一句话：规矩是人定的，在我这如意楼，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你叫什么名字？清河。俺爹说庄稼清的时候最好看，就叫俺清河。读过书吗？没有，俺爹死了之后，俺就流落到京城了，不会读书写字。不会可以学。我问你，刚才外面那个算账的走了之后，你看到了什么？那人来者不善，但他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你一定是把他气狠了。这丫头有眼力劲儿，知道看人脸色，知道分析事态，是块好料子。清河，从今天起你留在我这里，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100文的月钱。等你认字了，我教你算账。谢谢东家。不用跪，我这楼里谁也不用跪，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机会我给了，能走多远看你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用我的钱和头脑给这些没路的女孩一条路，她们会成为我最坚实的根基。小店尚未开业，今日暂不待客。不知夫人是？我听说有人在这条街上开酒楼，不请周老板拜大姐，还把他的人气跑了，一时好奇，过来看看。夫人消息灵通，京城就这么大，尤其这面会员预约的牌子倒是新鲜。夫人若感兴趣，我可以细说。这叫会员牌，开业前预定会员的客人，开业后可享8折优惠，还能预定雅间。普通的是桃脸的客人，可以定制红木牌。这又是什么道理？还没开业就叫人先掏钱？京城可没这规矩。不是叫人掏钱，是叫人安心。能买得起会员牌的人，不在乎省那2个钱，他们要的是比别人尊贵的体验。今天预付1两银子，换的是开业那天坐在最好的雅间。他们要的是比别人尊贵的体验。今天预付1两银子，换的是开业那天坐在最好的雅间，吃别人吃不到的特色菜。这块牌子挂在腰上，整条街都知道您是京城最新潮的酒楼座上宾。我该订哪种？夫人若自己订，桃木足矣。夫人若想在朋友面前撑面子，红木的。我2种都要，桃木的订一个给我自己，红木的订一个，刻玉字。周明远在京城开了20年酒楼，不是好相遇的。夜里留几个人看店，窗户底下多放2桶水。走了。小姐，这位是？不必问，有些人的身份知道的越晚越安全。京城有这等见识和气度的女人，一根手指头就数得过来。这楼我赌对了。给我砸狠点！好，废什么话，干活！这条巷子今晚不通。你是什么人？撤！你是谁？过路的。过路的恰常在我后巷。我来应聘侍卫。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来应聘？镇北侯前任夫人苏婉意。这楼叫如意楼，3天前你买了楼，今天周明远派人来闹事，我查过。你叫什么名字？萧景行。身手不错，眼神也不错。明天来把这3个东西抬到京兆府去。
明天辰时来前厅念你的事。我收了周明远10两银子，半夜砸如意楼的店铺，我有罪。醉仙楼的周老板，听说上次查税也是他，这老板可真够硬气啊！这内分是这事的受助日啊！诸位街坊，这几人昨夜摸黑来砸店，被我这侍卫拿住了，人赃俱获，口供画押。如意楼不惹事，但也不怕事。3天后，如意楼正式开业，届时全场8折，欢迎各位父老光临。凭你的身手，为什么来我这儿？我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你的楼新开，不易被人注意，月前管客住就行。你怎么知道我3天前买了楼？又怎么知道周明远要来砸店？我给官府办过差，有些消息比别人快些。因为你把周明远的算盘烧了，打成了如意2个字。抬起头，让我看看你的脸。诸位街坊，如意楼今日正式开业，前3天全场8折，办会员卡终生9折优惠。老板，你这酒楼有什么不一样？进去就知道了，吃完不满意，分文不取。钱嫂子真开起来了，先别，再看看吧。你们这店让小姑娘跑堂，我们东家说女人干活不比男人差。您看这碗羊肉是不是比别家薄？确实好，这牌在全京城如意楼分店都能用，以后我们还要开到江南去呢。这倒是新鲜。东家，这什么料？蜀中的花椒加上西域的祖然，再配几种本地香草，叫它13香。记住，这方子只有你知道，往外传一个字，你这辈子的工钱就到这里。东家放心，周老板，这就是你们店最好的菜，羊肉膻，锅底还越上越咸。来的正好，我正愁没人来验我的后厨，嚼了半天嚼不动，还一股子膻味儿。来人，把这道菜收下去。出天启17、27后厨开放日，任何食客登记后都可进后厨参观。那我就请周老板今天第一个参观，如何？羊肉要提前1个时辰，用葱姜水泡起去腥，山磨贴骨位置得用小刀剔干净，一根羊骨头上有几丝残留，我都得返工。你说羊肉不好，怎么我们这道连渣都不剩了？不用追，他今天不是来吃饭的，找茬的账咱们以后再跟他算。敢问夫人只是爱吃的闲人，你家的火锅不错，会员给我开个红木的，多出来的就当以后的定金，一定。户部查税，谁是此处的东家？官爷，我们东家不在，有什么事您先跟我说。跟你一个丫头片子说不着。户部有令，如意楼涉嫌偷税，即日查封，明日起接受调查。田丰田，都散了。苏老板，有人举报你偷漏税款，说你这4天来的账目不实，你可有话说？卢大人，草民的账册全在这里，清者自清，请大人随便查。这账本倒是干净，不过周老板那头也有证据。大人，下官也开了20年酒楼，像他家这流水，客似云来，却只交这点税，定然是账外还有账。那周老板的意思是我另外有一本暗账？京城酒楼哪家没有本账？既然周老板这么清楚2本账的事，便请大人也查查醉仙楼的账簿如何？反正户部查税嘛，查1家也是查，查2家也是查。周老板既然有心协助朝廷办案，想必不介意把醉仙楼账册也送来，让大人随机抽查一下吧。这个如意楼的账册，本官已看过了，举报不成，当庭结案。卢大人秉公执法，草民感佩。只是如意楼开业至今，先有醉仙楼雇人砸店，后有醉仙楼东家以虚证构陷掌柜，这2件事，草民都留着证据。今日既然来了户部，索性一并递交，
烦请大人秉公处理。小姐，苏家大夫人来了，您那位继母。这一世，我不会再任你欺凌。婉意，你回来了也不说一声，我好让人准备你爱吃的。苏夫人，请坐。这楼倒是不错，听说你这几天生意很好。苏夫人有什么事，直说便是。你爹让我来问问你，和离分了多少银子？拿些回苏家，10万两就行。当年我出嫁时，我生母留给我的嫁妆单子上，共有金头面2副，翡翠首饰1匣，蜀锦80匹，田庄3处。出嫁那天，这些东西少了4成。那时候，苏夫人怎么不想想我是苏家的女儿？苏婉意，你这是什么话？你爹养你这么多年，养我的是我爹，不是你。我娘留下的嫁妆，也不是给你补贴娘家侄儿聘礼的。原主临走前把这些都记下来，一笔不落。婉意，我知道我对不住你娘，可婉柔也是你的姐姐，她夫家最近急需银子周转。苏婉柔的夫家亏空，与我何干？她是你的亲姐姐，让她自己来找我。嫁妆的事，我今日不跟你计较，不是因为我大度，是因为你还不值得我花这个时间。苏家若有困难，我可以赡养父亲，每月往苏家送20两银子。签了，从此苏家和我只有金钱往来；不签，就请回去把嫁妆补齐。你变了。那个任你拿捏的苏婉一死在侯府。小姐，您这算是跟苏家一刀两断了吧？断不断不由我说了算。他今天是来探我底细的，听说我开了酒楼，就跑来要钱。下回苏婉柔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要10万了。婉意，你这孩子和离了也不回家看看爹，爹想你想的好苦啊！茶楼喧闹，清早人最多，他还偏偏挑了最显眼的位置，不是巧合。爹知道你受委屈了，一个女人在外面做生意，吃了不少苦吧？回来吧。上次王氏来要10万两，被我打发走了。这次他亲自上场，还演得这么投入，可惜用力过猛，反而露了馅。原书里他从没主动看过苏婉一一眼。苏大人在此巧遇，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爹就是看你一个在街上抛头露面，你娘在家也惦记你。你姐那边，我姐那边需要多少银子？你这说的什么话？爹不是来跟你要钱的，爹是来跟你道歉的。当年你嫁妆上的事，是爹没管好，你心里若是有怨气，爹在这里跟你赔不是。一旦喝下他的茶，从此我便处在道德下位。往后苏家上门，我不给就是不孝，不给就会被全京城耻笑。父亲既然提到嫁妆，女儿倒有个主意。母亲生前的嫁妆被苏夫人克扣至今，父亲不如先将那份嫁妆还给我。我知道苏夫人眼下要用钱的地方多，婉容姐姐的夫家正在亏空，所以女儿自配备这件事办妥。如意女子学堂开业在即，苏婉一向学堂捐赠5000两银子的助学善款。父亲放心，如意学堂年年招收孤女，父亲的这笔善款，女儿一定用在刀刃上。苏大人真是慈父，当众给老夫下套！你想逼我出5000两？父亲刚才那杯茶，女儿不是没喝吗？父亲若不捐这5000两，女儿便以自己名义捐1万两。那时候坊间传的可不是苏家善举，而是我苏婉意被娘家坑了嫁妆，还得替娘家积德行善。女儿便以自己名义捐1万两。那时候坊间传的可不是苏家善举，而是我苏婉意被娘家坑了嫁妆，还得替娘家积德行善。父亲今日在茶馆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往后苏家再来人，烦请带着账本来。东家，您跟您爹……清河，这世上有种人，你对他好是应当的，你给他银子是应分的。他不是我爹，他只是娘家人，有事的时候就是一家人，没事的时候你是泼出去的水。殿下，苏家那位回娘家门上的事，恐怕您已有耳闻。镇北侯的前妻，正是。此人如今在翰林开如意楼，又办什么女子学堂。前些日子醉仙楼周明远2次3番被他反将，户部也拿他没办法。今日在茶馆里，一个侯府弃妇，他当众逼苏进堂捐了这么大两。一并查，这个女人若能为本王所用最好，若不能，苏婉意，你抛头露面已是不守妇道，竟还敢纠集无知稚女，公开授课，女子无才便是德，你此举岂非扰乱人伦？正是，让他押去衙门，押去衙门。翠儿，背一段三字经给这位大人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位大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天下女子若全部识数不会记账，谁来操持一家衣食开支？
天下女子若全部识数不会记账，谁来操持一家衣食开支？天下女子若全不能识字读书，谁来教养启蒙孩童？大人家中若有母亲，她可曾识字？若她从未读书，大人能从她身上学到四书五经吗？本宫今日来，倒要看看这京城是谁不让女子识字。长公主恕罪。苏老板，你这学堂收不收我这个半路学生？殿下说笑了，你这30个女学生，本宫每月拨一笔银子，供他们执笔。本宫回头会转告皇兄，让他好好看看谁才是只会在妇人面前逞威风的废物。今日你们以学堂为荣，来日学堂将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翅膀不在男人身上，在你们自己背上，自立、自强、自飞。谢先生。你要办学的事儿，周明远、赵家这些跳梁小收，顶多罚你几个月。这学堂一开，朝堂上那些理学夫子更要记恨你。京城水深，深就深在有些人不动手则已。庆王，殿下今日来，不只是为了护我学堂，您是在劝我找个靠山。本宫今日答应你的女学生每月拨银，便是向京城所有势力说一句：如意楼是长公主罩的，但你要明白，即便是我，也只能护你一时。我在侯府当了3年疯子，我能活下来，就能在生意场上活得更好。你知道为何本宫从第一次见你买会员牌便看好你吗？因为你跟这京城所有女人都不一样，你却活成了自己的靠山。这是我长公主府的通行玉牌，收下。有一天你若无处可去，长公主府为你留一间房。谢殿下。周明远今日派人去了城西。去城西做什么？找地痞，应该是想趁学堂还没站稳脚跟，先闹事。知道了。学堂那头我已经让李嬷嬷安排了值夜的人，这30个丫头的爹娘多半都不在了，他们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若连学堂都保不住，我这如意楼的招牌也白挂了。学堂那头我已经让李嬷嬷安排了值夜的人，这30个丫头的爹娘多半都不在了，他们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若连学堂都保不住，我这如意楼的招牌也白挂了。你一个人撑着这楼，这学堂，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撑，就没人撑了。清河在3年前差点被亲叔叔卖给人牙子，翠儿的娘病死后，一个人在街头要了2年饭。这世上像他们一样的女孩太多，生在穷人家，从小到大没有哪件事由自己说了算。我想让他们有另一个选择。我去学业。苏婉意，你问我是谁？再过段时间，我就告诉你。今冬北境边防所需冬衣布料10万匹，由皇商供应，竞标分为2轮。诸位，这是我赵家江南制造今年的新料子，边防将士辛苦，用这料子做里衬，至少能少生冻疮。卢大人，如意商行呈样。这蜀中新问的一家织法倒是少见，用的是改良过从哪里进的货？比江南丝绸厚3成，但成本低2成。若大人不信，可当场用尺称量。苏老板，你这蜀锦颜色虽好，但蜀锦向来只产薄绢，哪来这么厚的料子？莫不是掺了杂丝？赵老板若不信，可当场验货。年轻人有雄心是好事，但莫要把时商当成酒楼过家家。10万匹冬衣布料不是小数目，万一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来人，当场验证。东家，那赵世宏今天也太欺负人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咱是过家家。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众贬低我，好让我自乱阵脚。那咱们怎么办？后面还有第2轮比价，万一他故意压价，蜀锦成本比江南丝绸低2成，他再压也有底线，但他不会直比。赵世宏的根基不在京城，他不怕打价格战，因为他手里有货源。但他最大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全江南的丝绸都捏在他手里，一旦货源出问题，他所有订单都要泡汤。而我不一样，所以东家您不是在跟他抢一单生意，是在让他知道京城不是他一个人的赢。赵世宏看我的眼神和周明云一开始一模一样，轻蔑、不屑，觉得女人做生意就是个笑话。没关系，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赵老板，那姓苏的女人手段可不一般，我在她手上吃了2次亏。第一次砸店不成，反被她当街游民示众；第2次茶税被她在公堂上反咬一口。这女人不能留。周老板，
你对付他的手段我知道，都是些市井套路，砸店、造谣、买通小利、查税。对付这种对手，不能在他擅长的领域打，他擅长应付麻烦。你看他每次出事儿，都像巴不得你来找茬，好借你的刀给自己扬名。那依赵老板的意思，不跟他正面冲突，从上游断他的货源，从下游截他的销路。蜀锦的数量比不了江南丝绸，只要他凑不够10万匹的货源，光凭100匹样品好有什么用啊？这是蜀中最大的桑蚕顾，你先把赵信读信我的回信，从下月起透给那几个给如意楼供货的蜀商，让他们知道得罪赵家就是得罪北营整个张南商会。还是赵老板高明，这次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翻盘。东家，蜀中那边的桑农回信说，往后不能给咱们公司了，他们也不想，但赵家放的话太重了。江南那边的染坊也说年底前订单全满了，挤不出一匹布给咱们，这是要活活掐死咱们的货源。不是赵世宏一个人，他一个人没这么大能量。去年赵家娶了户部尚书赵雍的侄女，两家同宗联姻，他是裙带关系上挑动，网商资格等于动了赵家整个利益链。从今天不止起一本府赃，往山走，给彝族寨子也产做蚕丝。湖广的益阳府也产蚕桑檀包销，价值本府用量不大才被忽略。可彝族寨子在深山老林里，路不好走，正好赵家看不上。殿下，您让我们查苏老板身边的暗桩，已经摸清楚了。周明远雇了3个，赵世宏那边有5个，赵家还让赵英在户部压着他的竞标书。殿下，属下不明白，咱们在潜伏是为了清查当年侯府那批军械案，您若插手帮这位苏老，不是帮他，是帮我们自己。苏婉仪的如意楼是新入局者，他手里没有旧案，没有包袱，是撕开赵家商业网最锋利的一把刀。殿下的意思是扶持他，等于毁了赵家的钱袋子。不只是毁，等他做大了，这钱袋子就变成我们的了。把这卷图找人暗中送到如意楼，有几股山道是赵培养的，你们带人去清理了。可是殿下，我们的人手不多，我拴到先清川东那3股，其余的过后再说。殿下，这苏老板手段颇多，才开业不过月余，周明远已栽在他手上3次。赵家这几日还暗中调动大量资金，准备在皇上竞标上不惜血把压住他。有意思，一个女人能让赵世浩那个老狐狸认真起来，确实不简单。回殿下，属下派人悄悄走，见此人可能与当年德妃失踪的幼子有关。德妃，你是说那个在冷宫里死掉的德妃？正是，德妃在当年怀的是7皇子，出生当日一变，那可比苏婉仪的7皇子，据传婴儿已夭折。不巧，若这萧景强教师就是时宜不好。是，不过等他撑不住了，本王再派人去接手，届时人才了，岂不更？还不够，再蒸一遍。李小姐，这都蒸了4遍了，再蒸就没味儿了。你懂什么？这叫烈酒，只要把口感调好，一坛能卖10两银子。哟，这味儿呛得很。不去酒坛盘账，来这儿做什么？大哥让我来看看，说你这酒坊这个月花了不少银子。林小姐，你真要跟如意楼打擂台？他能卖火锅，我就卖烈酒。他有会员牌，我也做提前预售，限量100坛。苏婉仪，你以为就你会玩饥饿营销？等我的烈酒上市，看京城那些贵人们还记得你是谁。这能行吗？万一苏……少提他。谢大人前日在如意楼尝的那道至阳牌，这次东一竞标若能成，我请大人吃个够。苏老板说笑了，谢某只是觉得你那楼里跑堂的姑娘家都利索，比军营里有些新兵都强。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想，哪怕我出征回来，他也只是低着头端茶倒水，连正眼都不敢看我。现在他对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兵部尚书，都笑得这么自然。大哥，嫂子钱嫂子，她现在可真风光。刚才宫门口好几个大人都跟她打招呼呢。听说她那个女子学堂，连程公主都亲自去剪彩了。哎，大哥，你说咱们是不是当初……闭嘴！这图比我自己那张详细的多，连彝族寨子的产丝周期都标注了。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朋友给的。你的朋友可真神通广大，连川东3股山匪被清剿的消息都能提前告诉我。你怀疑我？我只是在想，一个普通侍卫怎么会有这么多不普通的朋友？东家，林家那位小姐就是侯府那位姓林的，她仿着咱们的会员牌弄了个烈酒预售，100坛，每坛送1块桃木牌，据说已经卖了60多块了。蒸馏酒有意思，她倒是把现代那套学得快。东家，她这明显是学咱们的，还故意定价比咱们的会员牌便宜1半。蒸馏酒口感呛烈，刚开始喝确实过瘾，但不耐喝。京城贵人喝惯了绵柔的黄酒，那股火辣劲儿顶多撑2、3个月就腻了。等市场养成后，咱们再推出真正的陈苗酒，那时候它就是帮咱们铺路的。林青瓷，谢谢你帮我铺路。等你的烈酒把市场养熟了，我这坛陈苗正好开坛。赵世宏此刻心里一定在盘算第2次怎么压价，手里的资金是我如意楼的数倍，
但我的蜀锦本来就比他便宜2成。姐姐，商场上我可不会让你。你从来就不是我的对手。他得意什么？不就是靠抄袭咱们的会员牌吗？会员牌可以抄，但有些东西他抄不了。赵老板，初选结果，如意商行初选拿了我布匹类的头名，用的是蜀锦。我就说这女人不能留。她蜀锦虽好，但产量有限，皇商供货要10万匹。这一轮他赢了，下一轮比价格，我准备把价格压到成本价以下5万两，换他出局。成本价以下，赵老板这要赔本的。赔本也要做，用1年的亏损换他彻底滚出商圈。另外，去联系林家。赵世宏这种江南大商，吃了亏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您今天赢了他的头名，他明天就能把价格压到骨头里去。我知道，赵世宏一定会打价格战，他的财力远胜于我，单拼价格我拼不过他。那小姐打算怎么应对？今年皇商新规，资格改为3年1000了。也就是说，今年一旦中标，往后3年的边防布料都归中标者供应。如果我不计成本的投标，头1年赔的钱能在后面2年加倍赚回。这企划书比翰林院的翰林写的都好。赵氏化红用传统商帮的手段对付，断货源、砸银两以示压价，而我用来对付他的是他没见过的算法。苏老板，你这火锅确实一绝，难怪连长公主都赞不绝口。谢大人过奖，如意楼开门做生意，靠的就是各位大人赏光。他手不干净。砒霜。谁让你来的？是赵府的管家，他说事成之后给我500两银子，小的不知道是砒霜，小的以为是让人拉肚子的药。赵府的管家？哪个赵府？赵世宏，赵老爷的管家。苏老板，此人交给我。谢大人，此事恐怕不宜声张。赵家背后是赵雍赵尚书，若打草惊蛇，反而被动。你有何计？将计就计，让他回去报信，就说毒被下了。但谢大人今天提前离席没喝，等他再去赵锦跟区去抓个下。肚子的药。赵府的管家？哪个赵府？赵世宏，赵老爷的管家。苏老板，此人交给我。谢大人，此事恐怕不宜声张。赵家背后是赵雍赵尚书，若打草惊蛇，反而被动。你有何计？将计就计，让他回去报信，就说毒被下了。但谢大人今天提前离席没喝，等他再去赵锦跟区去抓个现行。我带他去，大人若放心，天亮前给的结果。赵老板，你的人还你。这位壮士不必解释，我家老板说了，这笔账他记下了。对了，谢大人今晚不在那桌，所以你的毒一个都没毒到，但谢大人知道了。苏婉意，你果然不是寻常人。苏老板，这个案子杂役口供虽清楚，却没有赵府管家的手印啊。大人，管家的口供在此，还是以调解为先。这是赔300两银子的事儿。赵家的事儿，经赵府管不了，立了案，最后也会转到刑部，压一压又是几个月，你还不如拿点赔偿金。管不了，还是不敢管。多谢大人指教，民女告退。报官无门，下面的人顶罪，上面的人压案，京兆尹顶多获个稀泥。如果谢远不是兵部尚书，这案子连个水花都不会有。在现代，我可以用法律对抗不公，在这里，法律是权贵手里的一条鞭子，抽谁不抽谁，由他们说了算。要想不被抽，只有变成比他们更粗的大腿。你想找更大的靠山？不是找，是。你的信鸽是。萧景行，你到底是谁？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现在还差一点。差什么？差一个我能保证告诉你之后，你不会被牵连的安全。不管你是谁，你今晚救了我的命，这份情我记着。等你准备好了，我等你。沈侯爷，你自己看看，你营中粮草报账和户部的拨款差了3成，怎么饷银都喂到你家的酒坊里了？本官早有耳闻，你为了捧林家那个妾，把侯府的钱全砸进。末将绝无此事。别叫我大人！皇上竞标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以后真要出了岔子，牵连的可不止你自己。为了林青瓷，我把发妻逼成了全京城的笑柄，现在全军营的人都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说我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得罪了长公主，得罪了兵部，还把侯府炸得干干净净。
又凉了。怎么不叫人给你重新问？不值当的，夫君今日从军营回来的晚，用过膳了吗？早上还温着菜。以后这种事让下人做，你在账房里熬到半夜像什么样？我想帮夫君分担些。多此一举。大哥，你又喝多了，这是嫂子以前留下的那本旧账。我今儿在东市碰到嫂子，前嫂子和谢远在茶楼谈辽州那边的军粮转运，她笑得像变了个人。我说大哥，你真要跟林家那个搅下去吗？要不我去传个话。把门带上。他以前从不会让我在军营里丢脸。通知下去，5家分店暂时不开了，丝绸铺和茶叶铺转手。东家，丝绸铺上个月才盘下来，现在转手要赔2成过手费。茶叶铺货源都谈好了，您这一转，违约金也是一笔。赔就赔，10天之内全部转手，收回来的现银全部砸进粮食。东家，可咱是开酒楼的，又不是开粮仓的，您这是……北境今年冬天会有大战，一旦打起仗来，粮食会涨得比什么都快。从去年秋收后，我便在暗中筹备，现在不过是把最后几间铺子也腾出来。听东家的，我们拿这笔钱全砸粮食。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赵世宏趁着皇商招标对我全面封锁货源，拼命压价，想要耗死如意楼。他此时一定觉得我已经自乱阵脚，开始变卖铺子跑路了。但他不知道，我卖的每一间铺子都会变成过冬时救命的口粮。这位女东家真是怪，好像生怕粮食不够。姑娘，你们这是囤区倒卖吗？我们开酒楼的，怕冬天菜价涨，买多了再分给各家分店。苏婉仪在变卖铺子，东拼西凑现银。他是在抛售套现，准备跟我赌最后一波皇商比价，分明是回笼资金，硬撑着打价格战。他自己先撑不住了，那些铺子一转，如意楼的流水就断了根儿。赵世宏觉得我认怂了，他不是第一个轻视我的敌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等到这个冬天，他会后悔没看透我在做什么。长公主的密信。塞外探子回报，北地今年粮草浅收，多支部落已经向南移动，最迟入冬必有大规模出兵。赵世宏调了江南40万两白银，准备砸皇商招标，要卡着我的脖子打价格战。我的应对是放弃跟他抢丝绸的价格，他赢布匹这一项，但我赢粮食这一项。皇商资格一拿下，我就是朝廷的军需供应商。所以你卖铺子是为了调集现银囤粮，你囤粮是为了在皇商投标的关口拿下军方主顾，你根本不关心招标本身，是在准备战争红利。他压到赔本也要赢我，但我赢整个京城最硬的靠山——天然冷链物流。当年镇北侯府的军需旧账目，有一笔贪污军饷被沈进再给了别人，证人至今被压在北京边军的死牢里，找到他能连赵家一并扳倒。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去收尾，我只要一件东西。什么？你活着回来，我的侍卫一个也不许少。这个伤不是江湖人留的，是烙铁，只有猎场和公寓2种地方才用烙铁。你不是猎户。我母亲是先帝的妃子，当年她怀着我的时候因宫变被废入冷宫，我出生后被悄悄送出宫，在民间长大。这个烙印是当年内狱留的婴儿印记。所以你来我身边，最开始是为了查侯府军械案。是。现在呢？第一晚抓地痞的时候就变了，只是想留下来。等你好了，就把名字刻在如意楼的店员名册上，月钱加倍。不加也可以。王爷有令，不论死活，必须在萧景行公开认祖前处理掉。他若活着回宫，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这套缝合术用经过烈酒浸泡的桑皮线缝合伤口，配合我自制的消炎药膏，能大幅减轻军事外伤后的溃烂率。侯府酒方的烈酒正是配合此术所用。林姑娘，你这桑皮线倒不是什么新奇物，不过你说这药膏能克制外伤之溃烂，老朽想请教你这青梅取自何处？取自发霉的瓜果和面食，提炼时以草木灰水反复清洗。如何确保病人解毒而死？我做的是阶段性成果。那位小姐当夜便上吐下泻，体温反而更高了，这是外敷吗？不是青霉素提纯物，是米福酶的粗棱叶混合了一些草药，外用或许有轻微的止血效果，但若内服过量，这霉斑中含有的不是药力，是尸腐素。何太医，老臣不敢轻下定论，只是他交来奔查的医书中有今人作者引用的几段古籍配方，与江南前朝流传的残卷完全一致。关于青梅外用止血的内容，也和民间土巫医传抄本无二。还有一段大蒜素提菌。林小姐，又或者是你真的只是把蒜面剁碎了敷在伤口上？天下医者无数，借他人艰辛成果谋一时之利，终归要还的。东家，听说太医院要公开驳回林青瓷所有医术提案。不是驳回他，是提醒所有想走捷径的人，别人的知识拿去用可以，但别说是自己的。这句教训，他本该在另一个世界就学会的。此乃前朝金创秘药残卷，林姑娘却将此术列为独创。青梅外用止血法亦非她首创，所谓大蒜素提存，不过腊八蒜法。可有任何一处是他独创？回殿下，无一独创。青霉素粗制品，药毒未解，若内服，足可致人以死。此非独创，乃剽窃；此非神药，乃毒方。殿下，臣女有一言。苏老板，请讲。此法早见于前朝酒精残本。如意楼曾试用过蒸馏酒技术，拿别人的知识去用可以，但应注明出处。若据为独创，便是欺世盗名。你设局害我！老臣在太医院40年，从不做伪证，古籍上的杜虫蛀痕做不了假。侯府酒坊的皇商候选资格即日起取消。你连跪在这里哭的机会都没有。是苏婉叶害我，是苏婉瑶，你让我再试一次。那些方子，有一件是你自己想的吗？哪怕一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当初为了你，是不是做错了？侯爷，我承认，那些方子不全是我独创，可我改良了它们，蒸馏酒更烈更纯，药膏我也试过很多次。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我不想你看不起我，我也可以。你可以什么？可以当众被揭穿，可以让侯府的皇商资格被全京城通报取消。我今日去军营，张郎中当着所有同僚的面把我拦在帐外，说我治家不严，授人以柄。还有鲁夫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比什么话都狠。你是在怪我？我在怪我自己。当初太医院公开审验，我称病不去，不是因为怕丢人，是因为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忽然想起，苏婉仪当年替我理账，从来没出过一笔错。苏婉仪，你赢了。你以为揭穿我就能把我踩死？凭什么你能活成满京城的传奇，我却要被当众羞辱？既然你不让我活，
那却谁都别想好过。沈侯爷，真巧，我家王爷今夜设宴，请的都是军中老兄弟，特意嘱咐一定请侯爷赏光。回去告诉王爷，沈某准时到。大周建元34年，冬衣布料采购中标者如意商行，中标价每匹7000，供应期3年。3年？以前不是1年1000吗？这新规什么时候出的？如意商行就是那个丰富开的酒楼。谢卢大人，如意商行今日拿下皇商资格，不靠压榨桑农，不靠囤积居奇，更不靠裙带关系，靠的是成本比别家低2成，质量比别家厚3成。这3年，如意商行将如约供应边防冬衣布料，若有逾期短缺，1匹罚10匹。苏老板，这局你赢得巧，但你有没有想过，3年时间会发生很多事？赵老板，你说的对，3年会发生很多事，比如你江南商会那些用你货的中小商户，从今天起都可以直接来找我。大哥，你看什么地报呢？如意商行。大哥，今天我听人说林小姐被林家接回去了，她家里好像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是去番邦和亲的。知道了，拿下皇商资格，你今晚该好好歇一歇。歇不了，皇商资格只是第一步，有了它，我才能在冬天战争爆发之前，用朝廷合约锁住粮价。赵世宏现在还觉得我只是运气好，等他反应过来时，粮食已经被我囤了半个京城。你打算把囤的粮全卖给朝廷？不是卖，是捐一部分，卖给朝廷一部分。捐的那部分换一纸御笔亲题的清明，卖的那部分按战争价跟军方结账。赵家的钱袋子再大也大不过国库，但我的价钱会让朝廷觉得如意楼比国库划算。亲王那边最近在查我，也可能查到你了。我知道。如果有一天事情败露，那天之前，你先把欠我的身世交代清楚，其余的我们一起扛。沈侯爷，今日步军操练的事，张郎中让末将暂代监管。侯爷若有空，不如去东陵看看马草账目。这位侯爷怎么还在这儿？听说他连自家粮草都管不清，皇商资格都被他弄丢了。兵部现在谁敢让他管这事？人到！那里面有一盏灯，本来应该是我为他点亮的。再大的雨，也淋不到这间屋子。沈侯爷，下这么大雨，怎么在这儿淋着？来，上车。王爷正好让下官给侯爷送几坛好酒驱驱寒。亲王殿下倒是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很清楚。这京城有什么事能瞒过王爷呢？侯爷请。王爷常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侯爷，欢迎入局。沈侯爷，本王听说了，你才输了一单皇商，他们就翻脸。如今连女商人都敢压侯爷，有人借他的事，要清理咱们这些老人。殿下找我来，不是只为了告诉我这些吧？本王就喜欢沈侯爷的爽快。若有人先拿下军方谷固，他的皇商资格就是废纸。赵老板已答应出资，供应本王这边边军冬衣。侯爷只需列出镇北军旧部名单，剩下的事本王来做。的名单，我写。这封信署名不用你，本王只需侯爷在最后这栏画个押。苏婉意，你泼我那杯毒酒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场局本王赢定了。事成之后，侯爷的爵位和旧部，本王一并还给你。户部有令，
即日起查封仓库所有存部，带回衙门查验。你胡说，我们每匹布都验过3轮。小丫头一边去！封仓检验可以。清河，让人把全部在库布匹名次搬来，每一匹都对着编号，让官差亲自登记，别回头少了一匹，咱们说不清楚。这匹不对，这不是上次的赎金样品，这料子手感这么粗，分明掺了刺丝，可不是嘛？这要供边防，不是坑将士吗？苏老板，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赵世宏上次在蜀道门口没拦成我的货，这回倒和周明远连了手。沈烨，你连这种事都愿意掺和，看来是真不想回头了。清河，去请京兆府派人来，就说如意商行仓库被人撕掉库料，涉嫌栽赃黄商。你是从哪一天发现不对的？人已经锁定了，你稳住仓库，我去抓人。你替赵世宏换了几匹布？只有10几匹，是赵府的管家让我换的。他说只要在验货的时候。这2个人连同织造那边的调包牵头人，天一亮就送去京兆府。不要在如意楼门口叫人，直接把供词贴在京城的告示栏上公告，再抄2份送到礼部和长公主府，让全京城看到是谁查的，怎么查的。皇兄，这些供状的纸印鲜红，账册是赵府管家画了押之后，当着京兆尹的面封春的。有人把调包后的次部放进如意商行的仓库，再买通户部小联，在验收时公开污蔑。若此事是冲着如意楼去的倒好，可户部尊豪此时弹劾谢远，说谢远与苏婉意暗通举此事背后恐怕另有其人。朕还记得上次你让朕看的那封苏家追回嫁妆的旧账，那姑娘做事有谱。这回封她仓库的人里面，是不是又有周明远的人？不但有周明远，还有户部的人，甚至有人拿了镇北侯旧部的军需批文入的仓库。好啊！传朕旨意，如意商行仓库即刻解封，户部刘主事停职查办，令京中谣言四起，言官弹劾的折子一律留中。告诉庆王，朕让他闭门思过，不是让他在府里结交经营将将。臣妹领命。赵御史，你弹劾谢远，收受赎锦，那赎锦现在何处？何人经手？何时何地送的？御史台接获密报，朕还收到一份密报，说赵府管家5日前支了500两赏钱。臣传旨，言官赵某即日革职，交刑部议罪，赵雍罚俸1年，暂且留任。臣谢主隆恩。大周的商人也是朕的子民，不是谁家的钱袋子。今日之后，若有再犯，法不宽待。东家，听说亲王才被罚1年俸，冷宫思过也解了禁。不急，这次我们不仅要赢一场官司，要让全京城知道搬弄如意楼的是非代价有多大。今已有贼，又显英明，恰像御前不前相让一般。苏老板，殿下主小的转告，如意楼只管好好做生意，雨过天晴了。听说醉仙楼的周明远把铺子盘出去了，果然跟苏老板斗的没一个有好下场。活的，救济3个月，限制300两。这不是镇北侯府祖传的那对配吗？沈侯爷这是真揭不开锅了啊！快开当票！姑娘要把这玉佩接走，按东家的吩咐，沈家抵押，减最值的押价收。侯府几间铺面，我敢接，价钱够他还典当债。告诉他，价钱不会改，若还有别人出价，我可以当场加1成。大哥，听说买咱家铺子的人是他，要不我去找钱嫂子求个情？他买这些铺子是在等着我们再也买不回来。
爹，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从另一个……你从小就多病，从庙里接回来那年就老爱说胡话。夫人跟你说了无数遍，别再提什么穿越，那都是你发烧烧糊涂的念头。番邦和亲的使团年底就到，不嫁林家没脸留你。别再提什么穿越。爹，我真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往后在北边安分守己。诸位街坊，这宅子今日改换门庭，往后不叫侯府，叫如意山庄。只要愿意走正门，经正当买卖，本人一律不拒。此心安处是吾乡。去告诉沈公子，他如果愿意，可以来如意山庄看大门。苏老板，恭喜！我家王爷看上你了。什么意思？王爷说了，苏老板虽是和离之身，但经商有道，性情刚烈，正合王爷口味。今日特命小的送来聘礼，纳苏老板为庆王侧妃。入府后，如意楼照开，生意照做，王爷一概不干涉。若我不答应呢？那如意楼就很难在京城开下去了。苏老板，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王爷这句话的分量。东家，清河，去把萧景行叫来。亲王这次不是试探，他上回被罚俸禁足后收敛了几个月，眼下敢公然下聘，说明朝中局势有变。皇帝今日身体欠安，已连续5日没有早朝，亲王这是提前布局。他想拿我的银子替他的谋反买单，我若拒绝，亲王会从2方面动手：一是官府层面，封仓查账，取消皇商资格；二是武力层面。他若敢动，我先杀他。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身份未明，贸然动手，只会被他一并栽成异贼。我也让清河去长公主府送信，只要皇帝缓过这口气，亲王就不敢明着翻脸。他要你3日之内答复。 3日够了，要么皇帝挺过来压住亲王党，要么我先带你走。我不能走，我走了如意楼就没了，学堂那些女学生也没了，清河李嬷嬷都会被清算。我走到今天不是靠逃跑，3天，就跟他赌3天。殿下，苏婉仪那边没有答复，既没有退还聘礼，也没有应承，看样子是想拖延。拖，他无非寄希望于长公主和谢远，但谢远离京巡视北境防务，至少还要1月才能回来。长公主说到底只是个公主，没有兵权。另外，那个侍卫查得怎么样？已经确认了，此人确实德妃所出幼子，当年冷宫大火后被德妃娘家救护大夫宫以在人间。最近他在京郊收拢了几支旧部，都是北境老族，人数不多，但极为精简。德妃的儿子，一个流落民间的七皇子，不足为惧。但若让他认祖归宗，他背后那批旧臣就会重新站队。必须在父皇知道他的存在之前，不是为了调他，就在这3天之内。殿下的意思是为了给自己3天时间调兵。没了萧景行，苏婉仪就是折了翅膀的鸟。户部有令，如意商行偷税嫌疑未清，在此期间所有店铺暂停营业，敢私封条者按藐视官差论处。这是私立学堂，不是商行，谁敢封学堂，老身就去敲登老太太，文鼓。登文鼓是你随便敲的。今儿是长公主殿下出城为国祈福的第2天，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应你。宗家，5部分店全封了，仓库被换了锁，学堂也围了人，连码头那边刚到的蜀锦都被扣了，说是要重新查验皇商攻破资质。查封店铺的理由是透税，但这税户部当初亲自查过，亲自训诫的稳约造，今天封店用的所有账，那我们怎么办？你去找萧景行，让他想办法把学堂的孩子们从后院疏散，打到长公主别馆，拿着，万一有人拦你，快！亲王算得很准，长公主离京，谢远云边，皇帝病重，他挑了最好的时候动手，但他漏算了一件事，他以为我一无所有就会服软，他不知道一个女人从侯府的毒酒里爬出来之后，这世上所有的围墙都不过是一层薄纸，他封不了我，谁都封不了。小姐，老奴没护好学堂，那几个孩子被吓得哭了好久。嬷嬷没事，学堂也没事，孩子们已经被送到长公主别院了，明天我就去接他们。你先好好养伤。我从现代穿来那天，觉得这世界欠我一条命，可李嬷嬷用她的命护了我的学生，清河拿自己的命替我挡在前面，萧景行我连皇子的身份都押上了，这世界欠我的早就还清了，剩下欠我的我要自己去取。苏老板，小人奉命来问，3日期限到了，您可想好了？你要是答应，明天花轿来抬人，王府替你打理铺子。王爷给我3条路：答应、拒绝还是拖。说完了？说完了。滚出去！你，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不给王爷面子，就别怪官府不给你脸。明日此时不是管家来，户部的抄没令。那就让他们来，回去告诉庆王，我苏婉意嫁过人，疯过，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过，
但我从比我贵的，最后都跪在我面前求饶。我一直以为母妃要我找的公道，是为她洗冤、认祖归宗。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公道。真正的公道是以皇子之身护她一世周全。她是我的翅膀。明天我要拿回我的姓，不是为了皇位，是为了让她从此不用再一个人扛。殿下，川东山匪已清，德妃旧部收拢完毕，能战者共32人，其余家眷已安置在北京旧屯。户部那边招拥贪污军饷的旧档已经挖出大半，只要您在金殿上一站，这些证据就能呈到御前。您是打算现身了？是，不是为了认罪，是为了让一个人以后能挺直腰杆活着。我就等这一天，等了20年。明天我会去亲王府，先解决亲王，若有不愿跟去的，自行离去。愿随殿下父子。把油泼到后厨窗户和正门口。王爷说了，今晚不必再留活口，点完火就跑。是你？上回让你活着离开是给你带话，看来你没带。你是七皇子又怎样？我们一死，王爷就知道你是谁了。他又喊破了你的身份。他说破了你的身份，亲王已经知道了。你刚才说你不藏了，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天一亮我就上金銮殿，现在我就是被他逼到台前的归宗皇子，这笔账该在御前算了。你今晚如果没挡在外面，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你，今晚不会，以后也不会。好，你去殿前，我去殿外，你回你的家，我送你进门。过了明天，没有人再敢碰如意楼，没有人再敢逼你嫁人，没有人能在夜里点你的房子。我要给你一个交代，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殿下今晚亮了刀，那个地痞临死前喊破了他的身份，最迟明早就传遍全城。殿下说他明天上金銮殿。金銮殿？他要认祖归宗？不是为了认祖，是为了让这盏灯以后能一直亮着。不用热，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完整的，从最开始。我母亲是德妃，宫变后被废入冷宫，冷宫大火那天，乳娘把我藏在石盒里送出宫。是亲王的母族赵家。是，乳娘临终前把旧玉牌和德妃血书交给我，我进京查宫变和军械案，所以来了如意楼。我本打算查完就走，不跟你多纠缠。第一晚你让我去面试，说月前按市价，试用1个月。李嬷嬷送来1碗粥，我吃了一半，剩下半碗留到傍晚。为什么不吃完？怕吃完了就再也找不到理由跟你搭话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苏婉仪。我知道。你知道？你处置周明记账，同长公主说话都不像这里的人，但我从来不问是谁把你送来的，我只问你想不想留下来。你要去京郊别庙？是，母妃葬在京郊皇家别庙偏殿，今夜忌日，祭拜后我直接去宫门。明天早朝我要上殿。我跟你一起去。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我也要在旁边看着。我是如意楼的东家，也是你的东家，侍卫出京，老板跟着，天经地义。遵命，东家。母妃，儿臣不孝，这些年一直没有来祭扫过您，不是找不到路，是不敢来。您说让我活着找到我的公道，我一直以为公道在皇城，现在我找到了，我的公道是他，不是为了皇位，是为了一个女人。她教我一件事，人活着不该永远是影子。
明天儿臣会带着这20年的账，在太庙前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一笔一笔清算。母妃在天有灵，再护儿臣一次。20年了，德妃娘娘的灵位头一回有人跪。是他，真的是他，德妃的旧庙，他现在在跪德妃的灵位，快去禀报王爷，他要公开身份，必须在金殿前解决他。王爷，德妃的玉佩确有实物，七皇子的身份确认无疑，他与那苏婉仪一同在别庙，明日极有可能直接上朝摊牌。德妃的儿子当年若不是冷宫大火，他早该被饿死在娘堡里。20年隐姓埋名，偏偏选在本王布局最关键的时刻现身。看来他不仅是为了认祖归宗，更是为了那个女人。一个女人让一个藏头露尾的家伙有了踏上金銮殿的胆子。连夜派人去京郊截杀他和苏婉意，活着的不必留，带着头颅回来领赏。让驻守西营的3个参将天亮前把人布进城中各主要街口。万一截不住让他上了朝，本王就在金殿上以假充皇嗣当众拿下他。谁敢替他说话，一并扣上谋反同党的帽子，打入死牢。先把这段消息透给沈记，告诉他，他仇家身边的那个侍卫是前来夺位的皇子。我倒想看看这位前夫会作何反应。七殿下，德妃娘娘在泉下多年寂寂，王爷说了，做儿子该去尽孝才是。撤！你又来了！东家要扣月钱就扣吧。殿下，您今天在别庙被探子盯上了，明日上朝风险极大。庆王的人把城中各大街口都布了暗哨。我知道。谢远的人已把最新情报送到长公主府，长公主连夜进城进宫求见皇帝。这次不是递话，直接面呈你在德妃旧庙祭拜和遭劫杀的实情。咱们只需撑到明天早朝，一旦你站在金銮殿上，庆王所有暗杀就成了他杀人灭口的铁证。谁敢动我的人？殿下，招了！庆王已下令，明日在京城各门以捉拿假冒皇嗣为由封锁城门，凡萧姓男子出城一律格杀。要抓我，他就必须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验明正身。一起上朝，答应过你的。这回想甩开我，你没机会。宣流落民间之皇子萧景行及证人苏氏入殿。萧景行，德妃所出，今日携母妃血书，先帝遗物归宗，叩见父皇。启禀陛下，验明正身，此人确是德妃所出，失联20载之七皇子萧景行。朕找过你20年，你母妃是朕负了他。儿臣返乡不为争位，只为母妃能在史书上不冠冤字，令儿臣有路冤情承天听。庆王萧景衡结党营私，私蓄兵马，劫杀归宗皇子，数罪并发，证据俱在。父皇，此乃构陷，此人来路不明。凭一面玉牌几卷伪证便冒充皇嗣，若我是讲，你为何连夜派暗卫在京郊劫杀我？要不要抬尸到殿外，让满朝认认他们壁上的英文？萧景衡，
连女商人都要强占陷害，丧心病狂！来人，摘亲王子尽快押入天牢候审。亲王府赵雍停职，与亲王同罪并查。父皇，你以为你赢了吗？北境方防军已经2个月没拿到军饷，一旦变天，那些兵只听我的。你以后不必再护任何人，朕给你兵权。北京那边，你替朕把反贼的爪子斩干净。儿臣愿领兵平叛。儿臣恳请父皇解放如意商行，重核其皇上资格。昨夜若不是苏老板连夜送信，他手里本宫也来不及亲王通牒证据，是他先截获军需调包案。苏婉仪，朕记下了，来日便是一品告明，亦不为过。宣太医。是。苏老板，没有你的性格和信号弹，我不会站在这；没有你的止血带与缝合线，我早已死在后巷。殿下，婉仪嫁过人，疯过，此生不愿再入牢笼。我不是牢笼，是你的翅膀。愿我如新君如月，夜夜流光相惊切。今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那样说，明天满京城都会传，说端王殿下求娶一个和离的女商人被拒。那又怎样？你不在意？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你想飞就飞，多高我都跟着。好，我们一起飞。东家，您在想什么？在想翅膀长什么样。萧锦行，说好了，这双翅膀不折。七皇子归宗，京城的天要变了，趁他根基未稳。亲王虽已下狱，但他在北京的旧部并未肃清。北敌最迟入冬，必有大战。朝廷粮草储备不够，问题会先卡在银子和粮路上。赵世宏名下的丝绸和粮行还在运转，他囤了大量粮食，等着朝廷缺粮时抬价。这批粮若落在他手里，边防军的粮草供应就会被卡住脖子。我去江南，先把那些被他压榨多年的中小商户拉过来。苏老板一个人去，风险太大。江南是赵家老巢，他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派暗卫随行，另外让清河跟去。清河本来就是我带出来的，这回让他独当一面。嬷嬷，我去江南这段日子，你好好养伤。学堂那边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小姐，老奴这伤早好了，您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一个人，有清河，还有萧景行的暗卫，你放心。如意楼后堂这边，你帮我盯着账房，回来我给你带江南的新茶。苏老板远道而来，我家老爷说了，如意商行的货需凭赵家开发的通行文书才可卸船。他不是要办通行证，是在告诉我，江南还是他的地盘。庆王倒了，但赵家在江南的物流网络还在，他想用这招给我一个下马威。替我谢过赵老板，如意商行的货不走赵家码头，我们有自己的仓库。清河，让人把货卸到西城的如意分靠仓库，回城不必等赵家的通行文书，我们走古言道。我已约了扬州几位老茶商，明日会面。他们都被赵家压榨多年，听说东家亲自来谈，都愿意来。不只是谈，我要给他们公平的定价权和直达北方的直销渠道。东家，若是赵世宏也来拉揽他们，开更高的价怎么办？那就让他开，他的资金链靠赵雍的户部拨款撑着。现在赵雍倒了，他开的每一个高价都是在割自己的肉，而我手里的银子是朝廷。苏老板，不是我们不信你，赵世宏在这江南地界上深耕20年，他从种茶到运茶条路都捏在手里。我们若公然与你联手，我们的货连城门都出不去。各位有没有想过，赵世宏为什么能捏住你们20年？不是因为他钱多，是因为你们各做各的，一盘走货渠道，他手里那些行规就不攻自破。你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几家小门小户
1年的出货量也不及赵家丝绸的30%。我不做丝绸，我要的是茶叶、样式、药材、药布匹。你们手上有的东西，恰好是赵世宏看不上的零算生意。他看不上，朝廷需要。皇上东一订单的长期采购合同，是我和你们坐下来，按成本加合理利润一起定的市场价。诸位，我今天请各位来，不是为了做一锤子买卖，我想请各位加入一个商会联盟——江南如意商会。第一，统一品控标准，每一批货出厂前由联盟验货盖章。第二，统一价的买谈价格，以后跟北方那一个人说了算，以波是照联盟谈判组集体定价。第三，共享低价权，联盟成员的货可以用成本价走我的渠道北上，省下的运费归你们自己。苏老板，你说的物流渠道古岩道那条线也让我们走？已经修通了。从去年秋收后，我便动工，雇佣沿路平民抢修了大半年。现在从扬州到京城走古岩道，比走至赵家控制的运河主道省2天路程，每车货的运费低30%。赵世宏卡了你们20年的运输命脉，从今天起，这条命脉不在他手里了。老爷，分会那边传过来的消息，已经有32家商户签了如意联盟的意向书，其中有4家是咱们丝绸商会的老会员，连替咱们供应做盐丝的那个彝族寨子也派了人来。32家，他来江南才不到10天，就撬走了我20年的根基，我根本知道小丑反困住我。这个女人不是来做生意的，她是来拆我的台的。老爷，那我们现在去给所有还没签如意联盟的商户放话，谁敢签，赵家就中断跟谁的供货关系，所有赊欠赵家的货款一律提前到期。另外，派人把运河主道的几处关卡加固，凡是走如意商会联盟的货，一律以验货为由扣留至少10天。我倒要看看他修的那条古岩道能撑多。奉赵老爷之命，过闸货物逐一开箱查验，查验期间暂扣，过闸费加倍。这批布是送北境东一的，扣10天就是违约。这条古岩道翻山越岭，荒废了上百年，从去年秋收后我便动工，如今终于通车了。赵老板说江南水路归他管，那我们就不走水路了，走这条路不需要看赵世魂的脸色。东家，这茶是甜的，因为路通了，日子就甜了。老爷，古岩道已经通车了，车队绕过关卡，直接北上。他买通了多少人？不是买通，是他出钱让平民修路，那些人不收咱们的买路线。我封的是水路，他走的是人心。苏老板，有人举报你在古岩道上私运货物，未经本州税务司核验，一例本官需暂留你配合调查。放心，只是走个程序。大人，我走古岩道运输的货物已在京城户备案，所有通行文书一应俱全，可派人去驿站取备案副本。文书的事回头再查验不迟。眼下有人举报，本官只能先留人。本王的救命恩人，也是你们能动的？段王殿下恕罪，下官不知苏老板与殿下相识。现在知道了。外面下雨了。殿下什么时候把我店里的伞也顺走了？开业那天，这把是第一把。走，回京城的船在码头等。你今天在衙门那样大张旗鼓的撑伞，明天江南官场就会传遍。传就传，你不怕被人说徇私枉法？我徇的是私，护的是你。没有你，江南如意联盟这32家商户不会归心，这叫徇公枉私，顺败徇了点私。东家，您走这1个月，联盟的货单已经排到明年开春了。赵世宏在江南的4座主要粮仓，有3家已被商贩们集体停购。今天早上的消息，赵世宏被江南商会罢免会长之职，他在扬州的10几间铺面正在被联盟成员逐一收购。还有，他用赵家名义在城外藏的那批私粮被暗卫查到了，已经报给户部。赵世宏的私粮是你让人查的？路不通就自己走，现在路通了，以后江南没人再敢封你。你以为你赢了？江南这潭水深得很，换个会长也轮不到一个女人来当。赵老板，你栽跟头不是因为我是你，是你把商会当自家账房，把商户当佃农。不是我要赢，是大家推你下去。苏老板，往后但有用得着的地方，只管吩咐。您给我们的不是一条路，是一个公道。我从京城来，江南是诸位世代生息的地方，联盟的路应你们自己走，我不过是搭了座桥，桥搭好了，能不能走过去，看诸位自己的船。这个公道，以后我们自己守。赵世宏倒了，江南货源网络归如意联盟，从扬州到京城，从蜀中到北境，你的商路已串成网。不只是商路，联盟里有人会往朝堂和军营里生长。再过几年，没人能用一个庆王、一个赵家掐死一个行业。会有这一天？没有。那天在侯府，我接过那杯毒酒的时候，只想活下来。后来开了如意楼，只想多赚点银子。
有个人在雨夜给我撑了伞，那时候我想，也许我能为更多的人撑伞。你的伞够大了。当日侯府弃我，是京城给了我落脚之地，臣女便以4民之身回报父母之邦。你说那批粮不走赵家的运河主道，走你自己修的古盐道，那条路你修了多久？大半年，从去年秋收后便动工。古盐道不经运河主道，即便庆王余党在运河上动手脚，粮道也不会断。朕的户部不如你一个商人在账面上算得清。大周需要的不是只会赚钱的人，是知道赚了钱该怎么花的人。臣女做的这些不是大义，是生意。北境若失，京城便危。如意楼第一个关门，臣女是在给自己留后路，顺败给天下留一条路。明日朕有东西给你。陛下，定参若失，北敌骑兵15日内便可直抵京畿，恳请陛下速调江南粮草。国库若真空成这样，这一仗还没打，朝廷先乱了。报！选。如意联盟32家商户愿捐军粮10万担，另备冬衣布料3万匹，商船300艘，以沿运河北上。1个月内再集粮15万担，运抵前线。2年前你被辱、被弃、被毒，今日站在这里，不为复仇，不为邀宠，只为给边郑县捐10万担粮。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意商行东主苏氏出身名门，遭逢不友而无怨怼之心，修古盐道以通南北商脉，建如意学堂以育世间孤女，及江南册封为1品诰命皇商，赐金印紫绶，御前行走，钦此。臣女领旨谢恩。苏老板，你这诰命不是朕赏你的，是你自己挣的，往后在朕面前不用自称臣女，称臣即可。今晚有北敌游戏西营的风险，你在粮草营帐中不要说了。我也当过你的东家，你现在倒管起我来了。留在这里，待我凯旋，便向父皇请旨，此生只娶你一人。我说过我不入宫，那就不入。我的后宫空着，你爱养几个女掌柜就养几个女掌柜，爱开几座如意楼就开几座，你不用进后宫，我来如意楼找你。等打完仗，他手里的军方人情比我们主子的命还直管。把古盐道上几座中转粮仓烧了，没了粮草，端王在定残城外待不过10天就得撤兵，到时候前线一乱，京城这边才好趁乱劫天牢把亲王捞出来。但我要亲自带人，苏婉仪，我要当面跟他算最后一笔。亲王在天牢里已经关了不少日子，很受王帝大盘银子要婚灵事，现在也被压得赵氏无落。本宫让人查了谣言的源头，这几个被辞退的户部小吏在传，幕后指使者虽然成王退避按血庄没有清除管禁，他们想断端王的粮草。幽光这几颗领钉在刀剑上，输赢在银子与粮食冻上。亲王在狱中也不安分，那就让他们来。古盐道现在每一座粮仓都有我安排的人手，不是护院，是修路时沿线招募的百姓，他们熟悉地形，也认得每一个陌生人。亲王的余党若动手，不用我说，自有人报信。前线那边，端王大军即将对北敌进行大反攻。苏老板，沿途线报发现庆王府在城外一批被遣散的旧仆正暗中收购火油和引火物，目标很可能是古盐道上几处粮仓。另外，探子说婶婶近日频繁出入城西当铺，与庆王余党有接触。东家，沈侯爷他早不是侯爷了，把他的动向继续盯着。那次在如意楼后向你跪在我面前说错了，我泼了你一杯茶。这次你要烧我的粮仓，审计我不会再泼你茶了。地下城外的粮草银榜转移了没有？乌头毒入骨，需以内服解毒汤配合清霜引流，但毒血已侵至肩颈穴，进心脉处，老臣没有把握。东家，北境现在在打仗，万一路上碰到败退的溃兵，那我的侍卫就该死在前线没人管吗？我说过，我不当他的后宫，我要当他的翅膀。翅膀是不会在逆风的时候自己折断的。苏老板，老臣已尽力了。殿下中毒较深，需要高纯度酒精彻底清洗壮口深处，但这些日子烈酒库存都已耗尽。我有。萧景行，我是苏婉意，我从侯府被毒酒泼醒的那天没有死，你也没有死在如意楼后巷，这把刀你还没还给我。我说过侍卫的月钱要扣回来，你想赖账，我不答应。你醒了？你什么时候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过来了。殿下体内余毒已清大半，再换2次油药便可无碍。苏老板带的那几瓶有精救了殿下一命，
那提纯工艺之精，老臣在太医院40年来未曾见过。你又救了我一次，算上如意楼后巷那次、仓库那次、京郊那次，4次了。记着呢，等你好了，连本带利结清。端王有令，请口含者封千户。朕错看了这个儿子20年，他不负江山，朕也不能负他。我现在是1品告顿皇商，你封王的时候我说过不嫁，怎么，殿下想反悔？不反悔，你说不嫁就不嫁，她不嫁，我总是要娶的。以后你们叫她苏老板就行，不用叫王妃，她比王妃值钱。明日端王大军进城，苏婉仪会在正阳门设伏，一部分人攻天牢救出庆王，另一部分人，申侯爷，你负责截住苏婉仪，活捉最好，捉不住就我要活的。明日一切都会结束，苏婉仪，最后一次，我不会再求你回头，也不会再跪在你面前，我要把你带回我身边，不计较你做过的一切。若带不回，我也不必再回来了。庆王的余党在城内有动作，探子回报，他们集中了约200人，一部分藏在菜市口附近的民宅里，另一部分混在明日迎接大军的百姓中。他的目标是我，那正好，明日我在正阳门西抓迎接大军，他会带人混在人群里，只要他动手，就能把藏在百姓中的余党全部暴露出来。不行，你不能拿自己当饵。他们在城内藏了200人，我们不知道每一张脸，唯一能让他们主动现身的，就是我站在正阳门，让他们觉得机会来了。明日正阳门沿线加派便衣暗卫，所有弓箭手部署在2侧左右各设一层护卫，另外马车后备箱里放的那几罐火油，我让人换成水了。你如果要火，但我陪你把自己点着。我的马车你怎么知道的？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明天过后，要么庆王的时代彻底结束，要么我们的一切归零。我刚穿来那天以为活着就是一切，现在我知道光活着不够，还要站着活，和那些值得的人一起活。苏婉仪，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能不能？沈静，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是我不计较。你最后一次见是在天牢里，他以德报怨给你送了棉衣。你最后一次拿剑指他是今天，你每次出现在他面前的姿态都是害他或逼他。沈静，你配不上他那句爱过。这火光是告诉全城，城里有我在，你尽管放心。这是小侯爷吗？成了这副模样。听说他给庆王当走狗，还要杀自己的前妻，就是如意楼那位苏老板。啧，当年他为了娶那个姓林的毒杀发妻，现在倒好，姓林的被嫁去藩邦了，他自己也进了囚车，报应啊！先帝有旨，庆王萧景恒结党谋逆。萧景行，你以为你赢了？你说了这么多年的嫡庶，到头来你连一个野种都没打赢，不是因为出身，是因为你把所有人都当棋子。我身边的人不是被我逼着站着。景行，朕这辈子做错很多事，对不起你母亲，也对不起你。父皇，母妃从未怨恨过您，她让儿臣替您守好天下。苏老板，你替朕护住了七皇子，替朕补住了北境。臣女只是做了分内之事。不是臣女，是诰命。朕给你的业，不许还给朕。如意商行东家苏氏，德才兼备，护国有功，特赐建军不败、建福上殿之特权，钦此。朕的江山有你一半。谢远封为镇国公，何太医赐金鱼带，长公主加封大长公主。苏老板，朕问过你，你想当什么？你说不想当皇后，不想入宫，只想做生意。朕答应过你，
所以朕不封你。你一品高明的身份不变，皇商资格终身不移。但朕要再加一样东西。当年那块免死金牌换了我的自由，如今这块金牌换的是天下商路。朕定的规矩就是规矩。你当年在如意楼就是这么跟周明远说的。今天朝上我说你不想当皇后，是给你台阶下。现在没有外人，我再问你一次，这后宫我为你空着，你什么时候想进来，直接走过来就行。不用轿子，不用典礼，你穿平时的衣服来。当了皇后还能开如意楼吗？能，但你不能自己跑堂。那就没意思了。我不是不当皇后，我是不当任何人的附庸。你可以是皇帝，我也可以是皇商。你管天下，我管生意，咱们各干各的，晚上一起吃饭。各干各的，晚上一起吃饭。整个大周只有你敢跟朕这样说话。你不就是因为我敢这样说话，才赖在如意楼不肯走的吗？东家，听说皇上今天在朝上又要立您为后，又被您拒了。拒了，但没完全拒。怎么说？他没把后宫的门关上，我也没把如意楼的门关上。他什么时候想来吃火锅，我什么时候给他留桌，这比当皇后舒服。当皇后要管后宫3000人，当老板只欠管好我的账本。苏大人，你签联名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女儿在正阳门被人刺杀？婉意，你大女儿苏婉柔夫家的亏空是你用我的嫁妆去填的，你既使王氏克扣我生母的遗物至今未还，现在跪在这里说父女一场。你我之间是有一场旧账，但不是父女情，是你欠我的。大人，臣女今日以原告身份追诉苏家侵占生母遗产，与庆王案无关，请大人秉公裁断。妹妹，我当年错了。我的学堂教出来的女学生没一个像你这样，你夫家亏空不是我的责任，你的眼泪也不是我的债。苏敬堂负逆有罪，念在其年迈，且迫于庆王淫威，革职抄家，永不续用。王氏克扣嫡母遗产，杖责20后，休弃回娘家。苏婉柔与夫家一并追究贪墨款项，发配流放。东家，赵世宏被流放到漠北了。听说他临走前说，他赢了我，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没有他那种不要命的法子，也不懂和底层人站在一起。他还是没明白，我也曾是被压在最底下的那个人，所以我清楚，被压着的人是缺一个机会，不是缺力气。我给了机会，剩下的都是他们自己争。老师，那些坏人是不是再也不能来找您了？是啊，他们做了坏事，就要为自己做的坏事负责。你们以后要记住，没有人能永远靠欺负别人过日子。小姐，您生母地下有知，也会欣慰的。你来了。狱卒说你绝食2天了，我来看看你，以故人之命。我知道我走到今天这步是我自己选的，我就一直在走错路。后来你开如意楼，我看着你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些灯本来应该是我替你点的，可我在雨里站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敢走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配了。我后来帮庆王不是因为信他，是因为恨你，恨你离开我之后过得那么好，恨你证明了我所有的错，这种恨把我烧成了灰。沈昭被流放岭南了，他托人给我带过棉衣，我没有收，让他留着。你爱过我吗？爱过。在没来之前，那个苏婉意爱你至死，她等了你3年，替你理了3年账，在冷风里等你打完仗回家，等了无数个夜晚。她到死都在爱沈静，但你亲手杀了她。她留下的一切，那些账本、嫁衣、嫁妆单子，我都留着，但我不是她。所以你的问题，我可以用他的记忆回答前半句，用我自己的后半句收尾。爱过，但你不是爱他的那个人，也不是我爱的人。原来你真的不是他了，原来那杯酒毒死的不是现在的你，是那个爱过我的你。我无憾了，你走吧。犯规沈烨自缢了，快传御医！他到死都爱你，这句话我替他说了，以后没人会说了。人成阁，今非布。
3年了，草原上的风还是这么冷。苏婉仪，你赢了。如果当初我不是抄那些房子，不是想着走捷径，会不会结果不一样？今天你们毕业了，走出这扇门之后，你们可以做账房跑商，也可以自己开铺子。女子立于世，靠的从来不是男人，是自己，包括不嫁，包括独身，包括自己赚钱买一间只属于自己的屋子。今天学堂毕业夜典礼，我在宫里有朝会，没能去。清河说你把好几个女学生都讲哭了。不是讲哭，是他们听懂了。他们以前从没人告诉他们可以靠自己。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本该比我更懂这里的规则，但他犯了一个错，他以为穿越就是开挂，不是的，穿越只是换了一个考场，该学的还是要学，该流的汗一滴都不会少。我想和他一讨情，让他去藩邦诊治，走正道，总有路。但他再次选错了。陛下，大周立国至今，从未有空悬后位之先例。朕有皇后，她在宫外不愿进来，朕便出去。可是陛下，100年之后大统无人承继，朕已从宗室中选4子入宫校验。大周不缺皇帝，但缺一个能让商人抬起头做生意的朝廷。苏婉玉在宫外替朕管着13州的商路的绊脚石，朕在宫里要扫着空了又如何？该管的他全管，不该管的他从不越界。谁能替朕分忧江南茶税舞弊一案？朕今天就放你们早朝。正好，帮我看一眼这条经过黔中，当地的土司要抽30%过路费，能不能让兵部批一条军需通道出来？黔中土司去年才归顺，不宜用军需名义强压，换个法子，让教育部批一条西南支教驿道，如意学堂在黔中设一个分校，来往师资和物资免检免税。土司若连支教队伍都拦，地方百姓先翻了他的寨子。以后如意楼的企划都让你审一遍。烫了，等着，让后厨给你单做一碗不烫的。在宫里还弹琴，不务正业。今年江南茶税又涨了2成，底下有小商贩倒苦水，税单太乱，我都压着看完才送户部。让清河把今年的账本放在龙案上，明天我批。你什么时候来宫里拿？后天下午我要去学堂看那几个新生的算术月考。这龙议是责任，你是我的私心。白天当皇帝，晚上来你这儿坐坐，这辈子最舒服的事儿。听说你今天又没去早朝，这是第几天了？记不清楚，反正奏折都搬来了，在外面批。如意山庄现在是大周第2办公处。萧景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撑伞那天吗？记得，那把伞是如意楼开业第1天的，我顺走之后，到现在还在养心锭放着。我总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太快了。如意楼开了很多分店，学堂毕业了数千个学生，联盟商会把南北货架压平了将近30%，可我还是觉得不够，还有好多事没做。朕准你假，把西南的茶路还没修完，漠北那条路重新走一遍。这次朕跟你一起去。萧景行，下辈子早点来找我。好，下辈子我还在你门口当侍卫。那说好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缝的，皇帝死了，该还你的。侍卫萧景行经回来了。